我嫂子有2个子宫，一个用来生孩子，一个用来满足男人。爹和哥哥都疼嫂子，村里人都说我哥好福气，可他们不知道嫂子是被我哥杀了做成兔妻才这样。她现在不光能生，还能榨干男人。现在嫂子快不行了，几天前她在粥里放了巴豆，害得全家人上吐下泻。趁着我们都虚得起不来床的时候，她摸黑从家里跑了，还是村头里的姚二蛋起夜时撞见了，大声叫嚷起来，全村人帮忙才把她给抓回来。这可把我哥气坏了，抄起一根手臂粗的棍子，便拖着嫂子进了屋。一阵棍棒落下的闷响，嫂子的惨叫声响起，夹杂着我哥没停的咒骂：老子这3年亏待过你吗？村里的媳妇不是打断了腿，就是用铁链子一直拴着，老子除了刚开始拴了你1个月，什么时候还拴过你？我还真以为你定下心来了，谁知道你居然还想着跑，我打不死你！我哥房里棍棒的声音变成了耳光的声音，嫂子也从惨叫变成了哀求。我爹听见这动静，拉着我走开了，嘴里还感慨着：这女人啊，还是得有孩子了才会老实。要不是因为晚娘生不出孩子，也不至于嫁进来3年了还想着跑。说起来，当时娶嫂子，家里还花了好大一笔钱呢。我哥从屋里出来后，我爹又进去了，只是刚进去，便拍着大腿出来，撵上我哥。这回下手怎么这么重？人都吐血了。我哥紧了紧裤腰带，满不在乎地说：反正也是个下不出蛋的母鸡，现在又想着跑，留着也是个有异心的，就算弄死了也省粮食。我爹转身锁上了房间门，满脸的不甘心。他一头钻到放杂物的屋子里，待到天黑才出来。我爹对我招了招手，让我去把王麻子叫过来，给我嫂子看看。我哥正在啃馍，听我爹这么说，叫住了我。有啥好看的？我下的手我能不清楚？还叫王麻子，花这冤枉钱干啥？我爹没理他，只让我快去，用跑的。王麻子是村里的赤脚大夫，村里有人病都找他。等王麻子跟着我气喘吁吁的进了家门，立马就被我爹领进屋去。没待一会又出来了，我爹往王麻子手里塞了2张票，神态十分严肃。王先生，我这儿媳妇无论如何您都想想办法，好歹让她再活上7天。等送走了王麻子，我哥不乐意了：爹呀，你这是干啥？我这把就没打算让这贱人活下来，揍他都是下了死手的。我还指望着他验了信儿，找个鬼媒娘牵线，拿他的聘礼再娶一个。我爹不说话，神神秘秘地关上了院门，又关紧了堂屋门。李娃子，你想不想有娃？我哥愣了一下，像是没听清。啥？爹，你不会是想用他的聘礼买个娃吧？我爹一巴掌拍在我哥后脑勺上。我是问你，你想不想有个有自己血缘的娃？你要是想，那晚娘就得再活7天。这下不光我哥愣了，我也不明白了。怎么让嫂子再活7天就能生个娃？我爹见我俩都一脸的不解，突然嘿嘿的笑了，从怀里掏出一本泛黄的旧书，他指着翻卷开的一页，让我们看。我和我哥把头凑过去，只见上面写着：兔妻，取肥硕母兔1只，每日清晨以男子鲜血连4、7日，以母兔入女体，女出兔尾，免出血兔，兔妻成。还没看完，我爹又指着后头一行字让我们看：兔妻行与人无异，性温顺，双弓，善生产。看着我爹冒着金光的眼睛，我心中有了一个猜想。爹，您不会是想把嫂子做成兔妻吧？我爹哈哈一笑，拍了拍我的肩头。还是秋娃子机灵，晚娘反正都是活不成的了，不如就用她做这个兔妻，要是成了，咱家可就有香火了。我哥闻言也笑了，眼神不由自主地瞟向那上锁的房门。如果这兔妻真能做成，咱家不光能有香火，还能发大财呢。这下轮到我爹不解了，可我看着我哥嘴角挂上的笑，猜到了，我们村向来缺女人，自然也缺香火，家家户户都缺。我爹去兔窝挑选了最肥硕的1只母兔，抱着进了屋。李娃子，快放血喂兔子！我哥拿着刀，有些不乐意，反复问我爹：真得放足7天啊？我爹抱着母兔撇了撇嘴：反正书上说了，得同一个男人连放7天。你要是想要香火，那就得放。我哥从小怕血，听我爹这么说，眼珠子一转，指着我：书上只说男人的血，又没说哪个男人。让秋娃子放！我爹听了气不打一处来，抱着挣扎的兔子又不好撒手，只好踹了我哥一脚，嘴里骂道：你自己的媳妇儿，你让你弟给你养！我哥身形灵活的一躲，我哥没踹到，他戏谑的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我爹。秋娃子这不是年龄还没到吗？等他年龄到了，我不还得出钱给他买个媳妇儿？还是说，阿爷你来放血？眼看我爹气得吹胡子瞪眼，天边也渐渐现了鱼肚白，我心一横，从我哥手里夺过匕首，划开了手臂。我接了一碗血，递给我爹。说来也怪，那母兔子闻着血味，竟也不挣扎了，小鼻子一抽一抽的往着碗边凑。我爹把兔子放到地上，碗也放到地上，那母兔子闻着味儿就蹦了过去，红红的小舌头舔舐着红红的血浆，终于在太阳完全出来前，把一整碗血都喝了个干干净净。我爹大喜，也不把母兔子放回兔窝了，干脆在我房里给它扎了个草窝。秋娃子，这几天你可照顾好这兔子，等你长大，爹也给你弄个好媳妇。接下来7天，我就负责照顾兔子，而我哥负责照顾嫂子。
不能让他提前死了。这不，天才刚大亮，王麻子便提着草药包来了。我爹迎了上去，接过草药就一头扎进厨房，小心翼翼地包着嫂子的吊命汤。王麻子毕竟也只是个赤脚带人，没什么大本事，就这药方也只能说是死马当成活马医，能不能吊住嫂子7天命也都还没准。我爹把包好的汤药送到我哥房里，我哥接了过去，我爹凑过去想帮着把嫂子扶起来，可我爹的手刚碰着嫂子的身体，嫂子便惊恐地叫起来，手也乱挥，险些把药打翻。我爹没辙，只好叫我去扶。我扶着嫂子的身子，让她靠在我肩上。我哥也罕见的温柔起来，每一口药都吹凉了喂给嫂子。嫂子眼中带着怀疑的神色打量着我们，却在看了我一眼之后，还是乖乖的张嘴喝了药。于是每日凌晨，我被我爹和我哥叫醒，放血喂兔子，再按着1日3餐，我爹煎药，我帮着扶人，我哥喂药。我们家所有人都提着一颗心，数着日子过。我们小心谨慎地伺候了嫂子5天，只要再过2天，再给母兔子喂上2次血，嫂子的命就走到尽头了。可变故偏生出现在了第5天。第5天傍晚时分，我照旧扶着嫂子，让她靠在我肩上，我哥喂她喝药。可喝了不到半碗，嫂子突然皱紧了眉头，她身子猛地往前一扑，手捂紧了嘴，看样子像是想吐。我赶紧拍着她的背帮她往下顺。嫂子，这样能治你的病，你可不能吐了。我不说还好，一说，嫂子哇的一声吐了出来，药汤混合着血水吐了我哥一身。我哥当即便暴怒而起，一巴掌狠狠地落到嫂子脸上。臭婆娘，给你2天好脸色，你还蹬鼻子上脸是吧？说罢，举着拳头又要扑过去揍嫂子，这可吓坏了我爹，赶紧拦住我哥，不停地让他再忍忍，再忍忍。嫂子本来就是半只脚踏上了黄泉路的人，又被我哥这么一打，当即便要不行了。我爹叫我赶紧去请王麻子，无论如何得熬过7天啊。这回我再带着王麻子回来时，嫂子已经躺在床上，出气多进气少了。王麻子又是扎针又是放血的，急得额头都堆了一层细细密密的汗。最终王麻子还是洗了手，对着我们摇了摇头，他怕是不成了，快则今晚，慢则明天傍晚前，还是赶紧问问有没有什么话没说，心愿没了的吧。我爹又抽了几张票子，想塞给王麻子，王麻子却捂着口袋避开了。将死之人的枕巾我不收。王麻子一走，我爹顿时颓了下来。养在我屋里的母兔子不知什么时候弄开门跑了出来，只它蹦到我爹脚边，立起身子来，2只前爪扒着我爹的腿，一双眼红的滴血。我爹一见母兔子也哭了，他把兔子抱起来，似是在对自己说，也似在对兔子说，这么多天都过来了，就差最后一点了，就差一点，你就能做人了。母兔子侧着头盯着我爹眨了眨眼，突然从他身上蹦下去，径直往着我哥屋里跑过去。我和我爹赶紧跟了上去，只见那母兔子蹦上了床，蹲在了嫂子枕头边，用自己的头贴着嫂子的头。嫂子头动了动，竟缓缓地睁开了眼，看了看四周，只是没多会儿，她又虚弱地闭上了眼，只是这回呼吸匀称了些许。这幅景象我爹也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但他知道想要嫂子熬过这2天，绝不能再让我哥照顾嫂子了。秋娃子，既然母兔子自己跑到了你嫂子床上，那这2天你就在这屋打地铺，照顾母兔子，也顺带着照顾你嫂子。这晚我哥被我爹拎去了我屋里，睡了个安生觉。我在嫂子屋里打了个地铺，睡到一半，却觉得什么东西凉凉的贴上了我的身体。我胡乱的伸手去挡，却摸到一团软软的毛茸茸的东西，一个声音像风似的吹进我耳朵里，是嫂子的声音。我被这声音吓得一激灵，猛地惊醒，却看见嫂子好端端的躺在床上，兔子也卧在她身边，一双眼睛泛着红光盯着我，像是有话要说。我被兔子的眼睛盯着，不由自主地走向了床边，坐了下来。这时嫂子却缓缓地睁开了眼，一双眸子含着水似的望着我。阿秋，你想我活吗？说着她竟费劲地撑起了身子，我赶紧伸手去扶，她顺势勾住我的脖子，一副柔弱无骨的样子。我头回和女子靠这么近，僵直着身子，浑身都不自然。恍惚间我看到她的嘴像是分成3瓣动了动。阿秋，你喜欢我，想让我活吗？我推开了她一些，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。我喜欢你，但只是拿你当嫂子，我自然也是想你活。嫂子皱了皱眉，又想往我身边凑，吓得我赶紧躲开。她瞪了我一眼，语气娇嗔，那我要不是你嫂子，你就不想我活了？我赶忙摇摇头，对着她郑重道，我想你活，婉娘，我想你活。天亮之前我放了1碗血，先喂给了嫂子。我爹来叫我时，我正在放第2碗，那是给母兔子的。我爹看我喂完兔子，又走到嫂子床边，摸摸她的额头，又探探她的鼻息。她能撑到明天吗？我瞟了一眼床上的人，小声回答，王麻子不是说了活不过今天傍晚吗？话还没说完，我爹就已经出了屋。想来他不是在问我。约莫下午的时候，王麻子来了，他说他来送嫂子，可他进屋刚给嫂子把了脉，便惊得跳了起来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我昨日分明已经摸到他的死脉，他活不过今天傍晚的。我爹和我哥被王麻子的叫声给引了进来，问我怎么回事。王麻子也抓着我的胳膊，
问我嫂子昨晚有什么异常。我被3个人扯来扯去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床上的嫂子悠悠转醒，开口从我爹他们手里救下了我。王先生，我还能活多久？您就直说吧。王麻子看着自己坐起来的嫂子，像见了鬼似的。你现在与常人无异，死不了了。嫂子确实不像个快死的人了，不仅能坐起来，还能自己下地做饭了。我们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。王麻子合计了好半天，才吐出一句：也许是回光返照吧。对，一定是回光返照，赶紧准备后事。回光返照坚持不了多久。说罢便匆匆离开了。听说嫂子是回光返照，我哥也难得发了一回慈悲，没使唤我嫂子。他想做啥都随他去了，只是一双眼一直盯着他，生怕他在我最后一次给母兔子喂血之前断了气。这一宿全家人过得胆战心惊，嫂子没搭理我们。到了晚上，自顾自上床睡去。我哥和我爹隔一会便探一下他的鼻息，好不容易熬到天快亮了，嫂子还有气。我爹声音里是藏不住的兴奋：秋娃子，快放血喂兔，等兔子喝完第7次血，嫂子就可以死了。而意外也就发生在兔子喝完第7，嫂子醒了，不仅不像王麻子说的回光返照，反而像是一夜之间全好了。如今的嫂子就跟3年前刚嫁到我家时一样健康。她见我们都围着她，满脸的错愕，懂事的起身去给我们做早饭。这下该我爹傻眼了，做兔期已经成功了一半，血兔已经喂好，就差一具新鲜的女尸。可偏偏该在这时候成为女体的嫂子又活了过来。古书上说，血兔做成须得1个时辰之内入体，否则前功尽弃。望向灶台前忙碌的身影，我不知道我哥和我爹会怎么选，是让血兔白费，留着一个健康的嫂子在家，还是害了嫂子，赌一把兔期的传说。我私心是想嫂子活的，平日里我哥欺负我时，只有嫂子会偷偷安慰我2句，可在这件事上我说不上话，一切都得我哥和我爹拿主意。我爹看了眼忙活的嫂子，皱了皱眉，有些不忍心的开口：丽娃子，要不先不做兔期了吧？晚娘嫁进来也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老李家的事。我哥哼了一声，拖了个凳子坐下，他给全家下巴斗，想跑还不算对不起我们家。她嫁进来3年，别说儿子，连个闺女都生不出来，不算对不起我们家。我爹让我哥问得哑口无言。我哥见状，脑子突然灵光了似的，把头凑到我爹面前：爹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兔期做成也是女人的模样，对吧？我爹点了点头。我哥笑了：那当然是做兔期了。你想啊，晚娘虽然平日里还算听话，但毕竟有一心了，咱把她做成兔期，一准儿不会再跑。晚娘有的优点，兔期都有，最重要的是兔期能生啊。你不想抱孙子了？抱孙子3个字戳中了我爹半辈子的心事，他脸上最后一丝不忍隐去，给我使了个眼色。父子2人顺手取下墙上的麻绳，一前一后的就进了厨房。紧接着厨房响起一声惊呼，而后是锅碗掉地的声音，若有似无的还有嫂子求救的声音。我下意识起身想奔去厨房，但走到门口却又止住了脚步。我不能坏了家里的大事。我躲回屋里，用被子蒙住自己的头，试图挡住那声音钻进我的耳朵。我不停地告诉自己，嫂子不是我害的，我只是不作为，我没有作恶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爹把我从被子里捞出来，我浑身的衣裳已经被汗湿透。走吧，该做兔期了，不然该误了时辰了。嫂子躺在床上，我哥已经替她换好了衣裳，一身新嫁娘的嫁衣，却不是红色，而是白色，只是肩头有着2点红，恰似兔子的一双红眼。见我来了，我哥赶忙招手：秋娃子，快过来，帮我抓住晚娘，好做兔期。我有些发怵，磨磨唧唧的不敢上前。我哥蹙眉，一脚踢在我屁股上，嘴里骂道：废物玩意儿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再不帮忙，耽误了做兔期，老子连你一起弄死。我这才战战兢兢地挪到嫂子身边，按我爹的指示按住嫂子。我爹捉出血兔，放到床上，嘴里念念有词。我被吓得闭起了眼睛，只听见耳边逐渐响起兔子吃草的声音。过了许久，随着我爹惊喜的一呼，我被我哥一把推到地上。没用的东西，还好没耽误兔期做成。爹，现在我们就只需要等了，对吧？我爹把嫂子的衣服重新整理好，点了点头。接下来每天午夜时，先开嫁衣看看，如果晚娘长出了兔尾巴，就要把沾了露水的草塞进她嘴里。这样一来，兔期的本事受限制，才能温顺亲人。看尾巴这活儿，顺带会看了嫂子的身子。我哥怕我一个人去看嫂子的身子占便宜，便主动揽了这活儿。我也乐得清闲，7天没睡好了，我正好补补觉。可安生觉才睡了3天，我哥半夜的惊呼就打断了我的美梦。我和爹到他房里时，他手里正高高的举着嫂子的裙角，尾巴长出来了。我爹赶忙去院里摘了沾了露水的草，塞进了嫂子嘴里。一直等到鸡叫第1声的时候，嫂子的身体动了动，接着有什么东西从她身子里钻了出来。我一看，赫然是我用血喂养了7天的那只母兔子。我爹和我哥盯着嫂子娩出的母兔尸体，大气都不敢出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嫂子还是没有半分醒来的迹象。我哥忍不住抱怨起来，说都怪我爹找的鬼方法，害了嫂子，早知道就不做兔期了，
我还能有个媳妇，现在倒好，什么都没了。我爹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咽了回去。外头鸡叫了第一声，我哥起身准备回屋，我和爹也跟着起身。可还没等我们走出房门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重重的呼吸声。爹、大力、阿秋，你们去哪儿？我们三人身子齐齐一顿，僵硬的转过身去。床上的嫂子像是刚睡醒似的，见我们都看着她，才慌忙的用嫁衣遮住自己的身子。吐气成了。见到嫂子复生，我心里头是高兴的，可嫂子看我的眼神却陌生了很多，反倒是往日里她看我哥都是满脸的惧怕，如今却是充满了爱意。往日里看到我爹在看他就躲的嫂子，如今竟还对我爹笑着眨了眨眼。我哥和我爹都说做兔妻做对了，从前晚娘就没有这么懂事过。是啊，也没这么有风情过。嫂子成了兔妻之后，原本她的那份家务活全都落在了我身上。我哥说他懂得心疼人了，自己也要心疼他，天天和嫂子关在房里，两人没日没夜的只有吃饭的时候一家人才能见上一面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觉得我哥瘦了很多。有时候我问起，嫂子脸上便泛起一阵红霞，我哥却是一脸的得意。秋娃子，你还小，不懂。这男人啊，遇到了好女人是会瘦的。每当这时，我爹总是把碗重重的放在桌上，大口大口的夹着菜吃。嫂子成了兔妻，我哥是开心了，我爹却再也没怎么想。直到1个月后，嫂子吃饭时突然忍不住呕吐起来，我哥着急忙慌的请了王麻子来，一把脉，嫂子竟然已经怀孕了。王麻子还没从嫂子濒死而生的震撼中缓过来，如今又诊出嫂子怀了孕，一时间竟怀疑起自己的医术来。不应该啊，你家晚娘这几年早就伤了身子，按道理来说是没可能怀上孩子的啊。我哥也顾不得王麻子的喃喃自语，豪气的往王麻子手里塞了整整5张票子，把人往外送。可我李丽就是有本事，伤了身子的女人我都能让她怀上。临走前，王麻子交代了一些需要注意的事，其中一条尤为要紧，3个月内胎还没坐稳，夫妻不得同房。送走王麻子，我哥又搂着我嫂子，摸着她的肚子好一阵稀罕，稀罕着，这手就往衣服里伸去了。我提醒我哥王麻子的叮嘱，哥，3个月内不可以。我哥面带不悦，打断我，毛都没长齐的东西，你懂什么？说着便打横抱起嫂子，径直进了屋，床咿呀呀的叫了起来。这一叫便又是1个月，我哥和嫂子竟是连吃饭都不出房门了，要我做好了端到房门口放着，他们饿了自己会端进去吃。期间王麻子也上门过，说要给我嫂子看看胎，可哥嫂光顾着忙，连门都不曾开。等房门再开时，已经是嫂子做了兔妻快3个月了。嫂子挺着旁人2个大的孕肚走出来，说我哥唤我进去。擦身而过时，他的手还在我肩上搭了一下，嫂子的手勾得我心猿意马，还不待我遐想些什么，我便被我哥的模样害住了。我哥1.7米的个子，往日很是壮硕，得有190斤，可如今床上躺着的人身形佝偻，看上去不过1.6米，他一身皮包骨头，脸颊和眼眶也深深的凹陷了下去，整个人在床上蜷缩成一团，看上去不到70斤的模样。我有些不敢认，他对我招了招手，气若游丝的唤我，秋娃子，你来，扶我起来。这熟悉的声音不是我哥又是谁？我3步并作2步走到床边，把我哥扶起来。他如今这副身子轻飘飘的，跟纸糊的似的，我扶着他总感觉像抱着一个纸人。我哥脸色苍白，眼下乌青，他望着我，眼中含泪，把我的脸掰到他的嘴边。兔妻是恶鬼来索命了，他生崽是用男人的命来换的，快跑，远离兔妻。说完，他便像是耗尽了力气似的垂下了手。他瞪大了眼，看着眼前的空气，似是看到了什么极恐怖的画面，大口大口的喘着气。我被我哥的样子和他说的话吓坏了，出了屋，头也不回的跑了出去，鞋都跑丢了。我在村头找到我爹，把我哥的话告诉他。这些日子我哥嫂房里的动静太大，我爹白日里都躲出去。听我这么一说，我爹先是一愣，随即想起了什么，顿时变了脸色。他起身拔腿就往家跑，脚下比我还快。等我紧赶慢赶进到院里时，我爹已经急匆匆的进了我哥的屋，又出来了。我还没来得及喘匀气，我爹冲过来对着我就是一巴掌。我爹瞪着我，臭小子，拿你老子寻开心事不？老子推门进去的时候，你哥分明白白胖胖的，哪有你说的那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？像是为了验证他的话，我哥衣衫不整的扶着我嫂子出现在房门口，现在哪还有刚才那副害人的骷髅模样，分明比之前还白胖了些，看上去得有200斤了。他一双眼泛着红，盯着我，阴恻恻的笑着。秋娃子想女人了是不？你咒我，你嫂子也是我女人。我爹啐了我一口，又给了我2巴掌，便打发我去烧饭。这事儿就这么过了。过了不到1星期，我哥突然半夜把我和爹都叫醒了，只见他浑身是血，脸上又是惶恐又带着笑的生了。我爹没听清楚，晚娘晚上吃撑了。我哥用满是血污的手抹了一把脸，一字一顿的说，晚娘生了，是个大胖小子，我有儿子了。爹，
你当爷爷了？我爹这下瞌睡全醒了，一把抓住我哥的肩膀，瞪大了眼。你说啥？婉娘她才怀了2个月就生了。我哥索性拉着我爹，直接冲到嫂子的卧室，我也跟了上去。只见嫂子躺在床上，她旁边确实有一个小娃娃，一身皮肤白得跟雪似的，唯独2只眼睛透着些微红。因为小侄儿的出生，这宿家里谁都没睡，好不容易忙活到天亮，安顿好了一切，嫂子却突然扶着肚子大叫起来：不好，另一个也要生了，是女儿！我哥诧异，这孩子还没生呢，你怎么知道是男是女？嫂子额头沁出细细密密的汗，大口大口的喘着气。大力，你忘了我是兔妻，兔妻能左右胎儿性别，老大给你生了个儿子，老二我想要个闺女。我哥闻言大呼神奇，我却突然想起我爹的古书上有一句：兔妻双宫，善生产。难怪嫂子怀胎肚子是旁人的2倍大，她这是双宫都怀了。我能想到，我哥自然也能。在忙活着给嫂子接生第2胎的时候，我分明他听见我哥在问我爹：婉娘是双宫对不对？她一个子宫怀孕，并不影响她另一个子宫受孕对不对？不知为何，看着他眼中透出的渴望和我爹点头时的坚定，我心中升起一丝不祥的预。第2胎嫂子生了个女孩，因着1夜2孩的功劳，我哥杀了1只老母鸡给她补身体。只是没想到，鸡汤送到床边时，嫂子抓着小侄女的手就要往嘴里送，我哥当即又扬起了手，嫂子却有些委屈：我饿了吗？再说了，这孩子气味有些不一样，我忍不住。这话说的，我哥再也忍不住了，放下鸡汤扑过去就是1巴掌。我爹赶忙用身子挡在嫂子前头，死命的拦：这不是还没怎么样吗？再说了，一个女娃子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可别打坏了咱家的子孙吧。我爹这么一劝，我哥也不好再发作，嫂子又得以继续休养。只是这回我哥不敢再饿着她了。嫂子休养了才不到1星期，他们屋里的床又咿呀呀的叫唤上。我哥不在卧室的时候，我爹也想进去，却被我哥拦了下来。如果这次有了，这怎么算？气得我爹大骂我哥不孝，老子都这把年纪了，就是神仙也不可能让他怀啊！我爹脸色铁青的抬脚就要出门，可还没等走到院门口呢，他又被我哥拦了下来。您不是神仙，可婉娘是啊。我爹打量着我哥，有些纳闷。我哥脸色有些灰暗，声音也小了些。我索性实话跟您说了，过去3年一直没有孩子，是因为我不行，我做不了男人的事。他瞥了我一眼，我赶紧低头装作干活，才听他继续说：我绝不允许他比我先生出孩子。我哥说完，一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爹，盯了好久。爹，现在的婉娘你碰不得，但我有办法让您享福。我爹不解，我哥嘿嘿一笑，指了指门外：咱们李家村最缺的是啥？是香火。村里人多的是娶不起媳妇，生不出孩子的汉子。他又把头往我爹耳边凑了凑，语气中略带得意：我也不瞒您，就这几次，婉娘又怀上了，可她另一个子宫还空着呢。咱家已经有了香火，再生多也没用。但婉娘能生，她就是那个会下金蛋的母鸡。我爹愕然，说话都结巴起来：你的意思是？我哥握住我爹的手，点了点头，把婉娘多的那个子宫租出去，那些想要香火的男人，要么交钱，要么就得带女人来给您享用。嫂子的子宫就这么在她不知情的时候，成了村里公有的资源，家家户户都知道我们家有个能生的女人，不光容易怀，还只需要2个月就能生下来。最重要的是，不管男人行不行，她都能生出那男人的种。一时间，村里的男人有钱的出钱，没钱的就把自己的女儿、姐妹，甚至母亲送到我爹的床上，只求换得一次爬上嫂子床的机会，生下一个有自己血脉的儿子，延续香火。我本以为嫂子是不愿意的，可我哥领着村里老老少少的男人们进家门时，嫂子脸上却是含着春意的笑。她牵着男人们的衣角把他们领进屋，1个、2个、3个，直到全村的男人都来过。而后的2个月，来过的男人又提着厚重的谢礼上门抱走了自己的孩。至于怎么分辨哪个孩子是谁家的，我哥早就在小本本上把每个男人进嫂子屋的时间都记了个清清楚楚。而出生的孩子眉眼间都像极了生父，是以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会从给嫂子肚子里生出不是自己的种来。靠着嫂子，我家成了村里最富的人家，我哥也成了村里威望最高的人。只是在人人都有了香火之后，光顾我家的便没什么人了。这天吃饭时，嫂子突然对我哥提了一句：老公，如今我给李家村人人都带去了香火，但还有1人还没来过呢。我哥夹菜的手顿了一顿，眼神不自觉地瞟向我，见我也在看他，便干笑着应道：看我怎么把秋娃子给忘了。不过咱家现在有钱了，我打算给秋娃子从外面买个媳妇，你们毕竟是叔嫂。嫂子往我哥碗里夹了1筷子油菜，看你想哪去了。我是说咱爹，我嫁进来后，咱爹一直对我不错，让人知道要说你不孝。当初我哥和我爹就是用孝顺这2个字逼着嫂子顺从我爹。我哥和我爹让嫂子给村里人生孩子，就是用的孝顺这2个字。如今嫂子拿孝顺来将我哥的军，若是我哥不答应，就是不孝顺；若是我哥答应了，那岂不是让亲爹给自己戴绿帽子？我心里暗暗叹了一句，嫂子这离间的本事可够厉害的。我哥被嫂子堵得无话可说，我哥嘴上答应，却给我爹甩脸色。我爹一张老脸挂不住，只好讪讪地说：这不合规矩。饶是这样，我哥也依旧防贼似的防着我爹，一直等到嫂子月事来了，我哥才终于彻底放下心来。古书上说的果然没错，兔妻是个好东西啊。我哥一个人没日没夜的在嫂子房里逍遥，我想他们一定没留意古书上关于兔妻
还有一句话，兔妻姓嬴，与人交，能以寿受种，亦能以念受子。快活的日子不过月余。嫂子又倚着门叫我，你爹，你哥，找你呢。你爹倒和你一样，还真把持得住。没办法，我只能用法术吸干他的寿命了。进了我哥的卧室，床上躺着的是2具相似的骷髅，左边那个是我哥，比我上次见到他这副样子时又消瘦了几分。右边那个是我爹，整个人已经像是烧干的柴火，仿佛一碰就会碎。我站在床边望着我爹，我跟您说过会变成骷髅的，我哥也变成骷髅了，您怎么不信呢？嫂子进来，顺手关上门，走到我身后，伏在我肩上。阿秋，你还不打算告诉他们吗？他俩可活不到天亮了，难道真要让他俩糊里糊涂的死？我爹已经双眼迷离，可我哥听了这话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他伸出枯瘦的手指，颤抖着指着我，又指着嫂子。你们。嫂子像是很惊喜似的，眼睛都亮了，她身子微微往前倾。你猜到了对不对？我们的儿子不是你儿子，是我和阿秋的孩子。我哥气得直接呕了一口血，还想说些什么，嘴里却发不出声。嫂子伸手握住了我哥伸出来的手，颇为体贴。你是想问我和阿秋是什么时候的事吗？你忘了？就在我被你打得快要死的时候，就在你们谋划着用我做兔妻的时候，你们都不肯管我，让阿秋守着我。阿秋虽然拒绝了我，但兔妻可以用心念受子，我把你的孩子变成了阿秋的血脉，你依旧无后。我哥怒火攻心，整张脸憋得通红，眼看就快不行了。嫂子拽着我走出屋子，村子里各处此时都响起了和我家同样的惨叫声。嫂子把头靠向我肩上，轻声问我，你后悔吗？不，我怎么会后悔呢？从小我爹偏心我哥，待我并不好，我哥也以欺负我为乐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嫂子被买。而村里的男人们从没有人对我释放过一分善意，他们有今天，这都是他们应得的，我怎么会后悔呢？我淡淡的笑了笑，不动声色的挪开身子。嫂子靠了个空，我抬眸看了看夜空，假装没有看到他怨毒的眼神，淡淡回道，不后悔。他抬起头，手指划过我的喉结。我是问，在我可以活的时候，你任由他们害了我做兔妻，对于你的不作为，你后悔吗？我站在原地，喉结上还残留着嫂子指尖的凉意。我想开口说些什么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嫂子，不，婉娘。她看我的眼神已经变了，那不再是对我的试探，而是对一个将死之人的最后审判。她收回手指，轻轻摩挲着自己的指尖。阿秋，你知道吗？我其实给过你活命的机会。她笑了，笑容和3年前刚嫁进李家时一模一样，温顺怯懦，像一只被吓坏了的小兔子。可如今的我知道，那副皮囊下藏着的是怎样的恨。她转过身，背对着我，你哥打我的时候，你只要喊一声就能让他停手，可你没有。我爹要我做兔妻的时候，你只要偷偷放我走，我就能活。那一夜，我求你要我，不是完璧之身，做不成兔妻，他们杀了我也是白杀。他回过头，眼角有泪，可嘴角却挂着笑。可你还是没有。我张了张嘴，说不出一个字。他说的都对。婉娘走过来，伸手抚上我的脸。我给过你3次机会，3次你都没有选我，现在轮到我选你了。我想往后退，可脚像是定在了地上。他歪着头笑了，放心，我暂时不会杀你，我带你去看场好戏。婉娘拉着我出了院子，村里的景象让我双腿发软。王麻子家门口，他养的那条大黄狗正对着屋里狂吠不止。走近了才看清，屋里的王麻子只剩一把骨头。婉娘拽着我往前走，王麻子当初可是收了你爹的钱，给我开吊命汤的，那汤根本不是吊命的，是让我别死太快的。他明知道你们要拿我做兔妻，还帮你们拖住我的。村口，姚二蛋家的院门大敞着，姚二蛋躺在堂屋里，身上趴着3只血兔。婉娘语气里带着嘲弄，当初我跑的那天夜里，就是他喊的全村人来抓我，他以为他帮了你哥的忙，你哥就会让他免费上一次我的床，结果你哥收了他2只老母鸡，连门都没让他进。我看着姚二蛋已经看不清五官的脸，胃里一阵翻涌，他也该死。婉娘的声音冷得像冰，他该死。那夜我差点就逃出去了，只要过了村口的河，我就自由了。是他把我又推回了火坑。我这才明白，为什么婉娘要让村里的男人都来她的房间，那不是恩赐，是诅咒。每一个爬上她床的男人，都在用自己的命换一个所谓的香火，而那些被当成香火抱走的男孩，那些孩子，真的是那些男人的种吗？婉娘停下脚步，回头看我，你猜？她没给我答案，而是拉着我继续走，走过村头，走过村尾，走过每一户有人没人的院子。这一夜，李家村37户人家，123口人，活着的只剩下我和婉娘，还有2个孩子，不，还有1个人。呼喊救命的声音从村口枯井里传出来，我探头一看，是姚二蛋家的老三姚小柱，他才8岁，平日里在村里偷鸡摸狗，没少欺负我。我问他怎么在井里，婉娘说我扔的。小孩子看到这些场面，总归不太好。姚小柱在井底哭喊，声音越来越小。我问你为什么只留下他？婉娘笑道，我要让他活着，活到18岁，活到娶妻生子，然后他的妻会变成下一个兔妻，李家村会世世代代都是兔妻的村子。我看着他，像是第一次认识这个人。不对，他本来就不是人，他是兔妻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你恨的是我爹，我哥，是村里那些欺负过你的男人。可姚小柱才8岁，他做错了什么？婉娘转头看我，眼神里带着怜悯。他做错了什么？阿秋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？婉娘轻笑一声。姚小柱8岁，
可他已经会偷看女人洗澡了。上个月他趴在我窗户外面看了3次。你觉得等他18岁，他会变成什么样？我无言以对。婉娘的声音很轻，你爹、你哥，他们也不是生来就是恶人，他们也是从8岁长大的。8岁的孩子不教，就会变成18岁的混子，28岁的恶霸。李家村的男人都是这么养出来的，所以我灭的不只是这一代人，我要让李家村再也没有男人能长大。那晚之后，婉娘留下了我，她说留着我是为了让我看看李家村怎么变成鬼村，看着那些想要香火的男人怎么死。她说话的时候怀里抱着我儿子，小侄女趴在她脚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婉娘开始收拾自己，她换了干净衣裳，梳了头，还从柜子里翻出当年嫁过来时戴的那朵红花，别在发髻上。我问她做什么，她对着铜镜笑了笑，说等人。第一个人来的时候是7天后的傍晚，邻村赵家沟的一个男人赶着毛驴，驴背上驮着2袋粮食，他在村口张望了半天，才敢往里走。有人吗？听说这儿有个能生儿子的女人。我蹲在院子里，透过门缝往外看，婉娘迎了出去，脸上挂着笑，和3年前刚嫁到李家村时一模一样。那男人跟着她进了屋，门没关，我听见里头男人的笑，床板的响，还有婉娘若有似无的喘息。天黑的时候，男人出来了，红光满面，像是捡了多大的便宜。值，太值了，2袋粮食换个儿子，值。他赶着毛驴走了，走之前还回头看了一眼。婉娘靠在门框上，笑着朝他挥手。等他的背影消失在村口，他脸上的笑才收起来。阿秋，记上，到日子了就把孩子给人送过去。我进屋，在墙上划了一道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来的人越来越多，消息像长了翅膀，10里8乡都知道了。李家村有个女人能生，只要2个月就能生下儿子，不管男人行不行，远的近的，老的少的，只要是想要香火的都来了。他们带粮食，带布匹，带银元，有的甚至什么都不带，空着手就来了。婉娘来者不拒，她每天都换不同的衣裳，每天都笑，每天都把男人领进屋。我在院子里看着一个又一个男人进去，一个又一个男人出来，每一个出来的时候都红光满面，像是捡了天大的便宜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他们捡的不是便宜，是催命符。我想提醒这些人，可没人信。婉娘说我得看着这些男人是怎么死的。第一个出事的是赵家沟那个男人。2个月后，赵家沟那个男人来了，他是第一个来的，也是第一个来抱孩子的。那天一大早，他赶着毛驴到了村口，脸上带着笑，走路都带风。我来抱儿子。他冲着院子里喊，嗓门大的半个村子都能听见。婉娘抱着一个男婴走出来，赵家沟男人接过孩子，手都在抖。婉娘只是含笑站在门口看着，男人抱着孩子翻身上了毛驴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张了张嘴，我想喊住他，想告诉他这个孩子不能要，可说了也没用。上一个这么说的人是我，被当成疯子。婉娘站在我身边，声音很轻，你看见了，他想死，我拦不住。当天夜里，赵家沟方向传来一声惨叫，那声音凄厉，像是看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，紧接着哭声、喊声、狗叫声搅成一片。我躺在炕上，睁着眼睛没有动。那声音和我哥死的那晚一模一样，和村里那些男人死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婉娘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门口，听见了吗？我转头看着她，听见了。你不用每次都说，我知道那是什么，这只是个开始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那些来过李家村的男人们一个接一个的死了，个个死相惨状，没有例外。消息像瘟疫一样传开了，李家村的女人生的孩子是妖怪，上了婉娘的床，男人活不过2个月，抱回去的孩子当天夜里就会变成血兔，把男人吸成裤。10里8乡的人开始绕道走，宁肯多翻2座山，也不愿意从李家村村口经过。有人在村口立了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4个大字：鬼村莫入。后来又有人在石碑上绑了红布条，说是能挡煞，可红布条挂上去第2天就变成了白色，像是被什么东西舔过一样。再也没有人来了。婉娘坐在院子里，看着空荡荡的村口，很久很久没有说话。我问她在想什么，她笑了笑，你看，男人没那么想要香火，他们只是不想比别人少，当香火的代价是自己的命，他们就不来了。我看着她，你恨的是那些男人，他们不来了，你不是应该高兴吗？婉娘转过头看着我，眼睛里泛着暗红。我恨的不是他们，我恨的是这个世道。那些男人死了，可世道还在，他们不来李家村了，可他们会去别的村，买别的女人，打别的女人，让别的女人给他们生儿子。兔妻只有一个，可被当成兔妻的女人到处都。我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他站起身，拍了拍裙摆上的灰，走到我面前，伸手抚上我的脸，他的手指冰凉。阿秋，你知道我为什么留你到现在吗？我摇头。他说，因为我想要一个人记住，记住李家村发生过什么，记住那些男人是怎么死的，记住我是怎么变成这样的。天快亮的时候，远处传来鸡叫。婉娘站起身，问了我最后一次，阿秋，你后悔吗？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想起她刚嫁进李家村的那天。那天她穿着红嫁衣，坐在炕沿上，低着头，手一直在抖。我给她端了一碗水，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说了谢谢。那是她在这个家里听到的第一句不是命令的话，也是她最后一次对我露出真心的笑。后来她就被打、被骂、被拴、被做成兔妻，被村里的男人一个一个的爬上床，而我一直看着，什么都没做。我低声说了句后悔。婉娘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笑了，那笑声很轻，轻的像风吹过枯井，像兔子在夜里叫。阿秋，下辈子别不作为了。李秋没机会再开口了，我杀了他。他和李老头、李丽、
以及李家村的其他人都一样。该死！或许他会觉得他没有对我施暴，没有对我作恶，他只是不作为。可他的不作为就是作恶。当初我被人以2000块的价格卖给了李丽做媳妇，最开始我是有机会跑的。李秋同情我，我让他帮我逃，可他说要是被他爹他哥知道了，他要挨打的。你看我的一生还比不过他的一顿打重要。后来他也是可以帮我的，很多次李丽打我的时候，李老头打骂我的时候，他都在附近，只要他弄出点动静，就能让我少受些罪。但他没有，他只是不作为。是啊，他从来都只是不作为，就连我求活命的那一夜，他也躲开了我，依旧只是不作为。我给了他3次机会，他都没理会。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让他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他们李家村的人全部都该死，不过都是些披着人皮的畜生罢了。我站在李家村的废墟上，风从4面8方吹来，带着血腥气和兔子的叫声。远处又有人在赶路，他们要去下一个村子，买下一个女人，生下一个儿子。兔妻的诅咒没有消失，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重新